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考古。假设外星人来到地球，要研究古人类文明，他们挖到的可能只是一堆碎片、陶片啦、玉器啦、几块石头，甚至塑胶。这些碎片足以误导他们，让他们以为我们的文明历经石器时代到塑料时代，却完全看不到曾经掌握过的金属技术，是不是觉得很有趣？其实我们人类的考古，很多时候也差不多，片面又受保存偏差影响。现代考古主要靠出土遗迹来判定文明时代，磨制石器到新石器时代，出土铜器到青铜时代。但问题是，能保存下来的东西不一定代表全部文明。金属容易腐蚀，会被回收重炼，所以看到的青铜器或铁器，其实只是少数幸存品。那怎么避免这种误读呢？答案是蓝图思维，先建立文明技术发展的合理模型，再把遗迹放进去检验。正像外星人如果想复原人类，他们不仅靠几块骨头，还要有完整的人类骨骼蓝图和 DNA 模型，才能还原出合理面貌。考古文物也一样，如果没有文明与技术的蓝图，单凭碎片，很容易拼成四不像。拿良渚文明的约丛王来说，那些精细钻孔、完美对称的雕刻，光靠石器磨制几乎不可能完成。这就暗示当时可能已经掌握金属工具和冶炼技术。可是为什么现存金属器很少？原因很简单，金属稀有，会回收重炼，防腐厚葬技术未成熟，普通金属器很难保存几千年。完整遗迹通常不是平常生活留下的，而是特定条件才可能保存下来。灾难掩埋或浸泡，例如洪水或火山爆发，瞬间定格现场；厚葬或密封防腐，例如商周墓葬、青铜器、玉器完整保存。环境因素，像极干燥、极寒、缺氧，都能延缓腐蚀。所以说，能挖到完整遗迹的，往往是文明瞬间被封存，而非日常生活全貌。二里头遗址传统认为是下晚期到早商的中心，但如果我们从灾难遗迹角度看，它更可能是夏后朝的一次大规模灾难的瞬间定格，而不是整个夏朝的文明代表。回到外星人的视角，如果未来他们挖到塑胶制品，但看不到铁器或铜器，他们可能会误判我们人类的文明是石器到塑料时代。这就跟我们今天考古遇到的问题一样，碎片证据容易误导，如果没有蓝图，很可能错判文明发展顺序。总结一下，遗迹完整与否，往往取决于灾难、厚葬或环境条件，而非文明全貌。考古应该建立蓝图，把文明发展和技术合理性纳入考量。东方文明的冶金技术
可能比现有出土金属更早更普遍，只是保存率低而被低估。所以，当我们研究古代文明时，不能只看现存文物，就像外星人只看到塑胶就判定文明一样，容易走偏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换个角度看考古，不只是挖到什么就判断文明，而是要在历史和技术合理性的蓝图下还原历史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思考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我们下次再聊更多文明的秘密。